今天即将出场的半决赛选手，北方界域的绝男，大成界域的相同，以及缥缈界域的如兰。我们的比赛开始。猜灯谜，品评春联，猜一个3字哲学词语。好，谜底是什么呢？时间是10秒，随时可以按停回答，计时开始。好，如兰，你的谜底是什么呢？谜底是相对论。相对论，我们一起看答案。对了，如兰2分。迎新写春联，送福近万家。相对论可点出了春联的重点啊。歇后语，白骨精演说，空3个字，第2个字是言。墙头上睡觉，空3个字，第4个字是身。这2句歇后语的下半句是什么呢？计时10秒，随时可以按停，开始。好，绝男，你的答案是？上一句白骨精演说，妖言惑众；下一句墙头上睡觉，翻不了身。妖言惑众，翻不了身。我们看答案，答案正确，绝男2分。成语，第一题，出尔反尔，最初的意思是什么？1. 反对到底。2. 善有善报。3. 自相矛盾。第2题，平分秋色原来指什么？平分了秋色。1. 高山大海。2. 白昼黑夜。3. 阳光雨露。第3题，格杀勿论中的勿论指的是什么？1. 不论身份。2. 不论罪行。3. 不以杀人论罪。这是成语3连环啊。好，10秒后请回答。好，是绝男，请回答。第一题自相矛盾，第2题白昼黑夜，第3题不论身份。哦，答案是3、2、1。我们看答案，正确的答案是2、2、3。绝男答对了第2题，可惜第1和第3题答错，所以没有分。好，看下一题。看关键词，说成语。第2个字是说，关键词残暴、埋葬、烧毁、读书人和秦始皇。这是什么成语？计时开始。好，相同，请回答。这句成语是焚书坑儒。对了，相同2分。王安石既是一位大政治家，又是一位大文学家，有人称他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在政治上积极倡议变法的目的是什么？1. 富国强兵。2. 重农抑商。3. 重道重经。4. 师傅取士。好，10秒计时开始。好，绝男，你的答案是？我选择1，富国强兵。哈，你的选择是否也是王安石的选择呢？答案是的，你们的选择都一样。绝男2分。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写出一个与上述诗句意义相近的成语。计时开始。
又是绝难。来，你的答案是？这句成语是温故知新。对了，是温故知新，温习学过的知识，而得到新的理解和心得。好，绝难2分。成语点睛，请用适当的成语配搭以下的故事。2位老朋友多年不见，相遇后，老哥问小弟，跟那位姑娘结婚了没有？小弟沮丧地说，去年我出差外地，每天都给她写信，回来后却发现她和邮差结婚了。10秒，计时开始。我以为绝难会抢答这一题。哈，相同，别介意，你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是为人作嫁。喜欢的人结婚了，新郎不是我。答案对了，为人作嫁。相同2分。成语，找出一对意义相反的成语。10秒，计时开始。啊，是如兰，请作答。这2句意义相反的成语是百思莫解、恍然大悟。如兰，是百思莫解后才恍然大悟，还是先恍然大悟后才百思莫解？2个都可以。哈，不错，2个都行。如兰2分。主张文道合一及内容与形式统一，主张文体革新，辞弊济出，提出不平则鸣的思想。以上的基本主张与下列哪个选项有关？1. 盛唐气象， 2. 古文运动， 3. 捍卫风骨， 4. 风雅兴济。这是一道历史题啊，计时开始。如兰，请作答。我选3，捍卫风骨。我们对比一下答案，答案是2，古文运动。如兰，这题没有分。看关键词，说唐诗。上一句给了一个君字，下一句给了一个士字。这首诗的后2句是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提示词、背景、思乡、相亲和询问。这首是什么诗？请回答，计时开始。是如兰，如兰，这是什么诗词？这首唐诗是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少妇对丈夫的思念，希望不断幻灭又不断复生的心情。如兰的答案对了，2分。唐朝文学空前繁荣，其中诗歌的成就最为光彩夺目。以下哪项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1. 唐帝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2. 兼收并蓄，相对自由的思想文化政策。3. 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4. 进士行卷、温卷之风的盛行。选择1、1、2、3。选择2、1、2、4。选择3、2、3、4。选择4、1、2、3、4。计时开始。相同，你的答案是哪一个？选择4，全部都是1、2、3、4。全部都对，答案正确，相同2分。看关键词，
说唐诗，上一句给了一个光字，下一句给了一个马字。这首诗的后两句是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提示词：边塞、盛宴、畅饮、奏乐和出征。这首是什么诗？请回答。计时开始。好，如兰，请问是哪一首诗？这两句唐诗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好，答案对了，如兰2分。识别诗词，从25个字里辨认出一首诗词。我们先看字群。好，计时开始。相同，你的答案是？我识别出的两句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首词立意高远啊！你的答案是对的，2分。看动画，猜唐诗。好，这个视频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可以用哪一首诗词来形容？计时开始。好，相同，你会用哪一首诗词来形容视频中的情境？这两句唐诗是“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好，答案对了，相同2分。寒山寺半夜敲无常钟或分夜钟是当时的习惯，已经成了当地的风俗了。好了，我们看最后一题。看动画，说诗名。千里听雨红，水村山过九旗风。南朝480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好，这首诗的诗名是什么？计时开始。这首诗的诗名是《江南春》。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朦胧烟雨说江南，这首诗词的确是《江南春》。决南2分。至尊之战的成绩，决南8分，相同10分，如兰8分。相同成功进入决赛，决南和如兰将进行附加赛，胜者进入决赛。以下为附加赛。古人常以部落或联盟首领的特长及前所未有的历史贡献来敬称他们的首领。最早教练射箭习武的首领被称为皇帝。回答下列的问题：最早采摘种植的首领被称为华帝。对。最早和泥制陶的首领被称为尧帝。对。最早农耕生产的首领被称为夏帝。对。
最早捕鱼垂钓的首领被称为。没有选手回答，是滚地。最早治蛇治水的首领被称为大禹，禹帝。对，好，附加题结束，我们看看分数。如兰1分，决南3分。也就是说，决南在附加赛中获得了胜利，成功进入了决赛。进入决赛的巅峰选手，北方界域的决南和大圣界域的相同。下一期总决赛巅峰之战。